2025年，尼泊尔的一名15岁的少年在菩提树下打坐冥想，8个月不吃不喝，被认为是转世的佛陀。美国的探索频道还专门去拍了纪录片，名字叫《灵修少年》。影片上映之后呢，震惊了全世界。2011年，少年打坐了6年，功德圆满，创建了自己的宗教，甚至呢，很多政府的人员都是他的信徒，国家总理都亲自接见他。但是呢，很快反转来了。2024年1月9日，他因为性侵案被逮捕，并且被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多起的失踪案件、谋杀案和他有关。那么他到底是神还是魔呢？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呢？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位非常具有争议的尼泊尔灵修少年。这位少年的名字叫做拉姆巴哈杜尔·班坚。1990年出生在尼泊尔的一个小村庄里，兄弟姐妹9个人，班坚呢排行老3。他的父母都是农民，家庭贫困。班坚的母亲叫做玛雅戴维，正好呢和释迦牟尼的生母同名。根据班坚的母亲说，班坚从小就喜欢和僧侣或者是喇嘛接触，但是呢和其他孩子没有多大的区别。但是在他6、7岁的时候呢，目睹了火葬之后，一下子就顿悟了，记起了前世的一些事情。11岁时，父母送他去学佛修行，有了第一个法名巴登多杰。14岁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放弃了修行，回到了家里。5个月之后，他告诉母亲，他要去禅修，时间长达6年。2005年5月16日，班坚离开了家，在巴拉区的丛林里，在一棵古老的菩提树下开始打坐禅修。刚开始呢，并没有引起村民的注意，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，村民发现班坚一动不动的在那里打坐了好几天。有一些村民呢，还留下了1000多卢比，并且供奉上了水果。为了不让别人打扰到班坚的修行，班坚的哥哥还找村民们专门建造了栏杆。慢慢的，班坚的事情就传开了。传开的呢，还有一些有关于班坚的传说。有人说看到班坚的额头突然放起了光芒，还有人说呢，看到班坚被毒蛇给咬了，身体中毒。接着呢，班寒就流了很多汗，就这样蛇毒就被排出了。事情呢越传越玄，班坚呢被人们奉为神明，人们认为班坚就是释迦牟尼的转世。之所以人们会将班坚当作佛陀转世，是因为尼泊尔是佛教的发源地，信奉佛教的人本来就很多，而且呢，恰巧的是班坚的母亲和佛祖释迦牟尼的母亲同名。释迦牟尼出生在月圆之夜，而班坚也是同样出生在月圆之夜。释迦牟尼是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，而班坚也是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。所以呢，人们就顺理成章的认为这个班坚呢就是佛祖转世。另外呢，还有外部的原因。尼泊尔在之前呢，处于政治动荡的不安之中，内战10多年了不断，民众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，迫切的需要看到希望，或者说是呢，在精神上有所寄托。而班坚的出现呢，正好迎合了这一点。所以呢，班坚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呢，迅速的走红。每天尼泊尔的新闻头条肯定是和班坚有关的。很多尼泊尔的佛教信徒都赶来观摩，还有世界各地其他地方的佛教者呢，也千里迢迢的慕名而来。还有一些信徒就住在了这里啊，也在这里打坐冥想。在班坚打坐的第5个月的时候呢，这里已经形成了规模不小的集市，很多商贩在这里卖东西、卖纪念品、卖水、卖吃的、租赁帐篷等等等等。甚至呢，有一些原本镇上的饭店老板啊，也就放弃了之前的饭店，在这里开饭店，来供给这些佛教徒们的吃喝，赚的钱反而更多。班坚的哥哥呢，成为了这里的管理员，并且呢，和其他18个人组成了委员会，在这里维持秩序。还有人专门引导车辆到新设的停车场里。2005年，美国探索频道也来到了这里，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开始采访拍摄。按照专家的说法，正常人3、4天不吃不喝就会因为肾衰竭而死亡，而这时呢，班坚已经不吃不喝打坐了8个月，面色没有什么变化，肌肉线条依然是健康的，并不像是绝食了几个月的样子。因为班坚的哥哥不准记者打扰到班坚的修行，所以不让记者靠近，记者只能在围栏的外面架设摄像机，不间断地对班坚拍摄了4天4夜。班坚一直坐在那里不饮不食，而且呢，在夜间5到10度的低温下，摄像机拍到了班坚竟然在出汗，这说明呢，班坚的生理机能是正常的。
后来一个喇嘛来了啊，在近距离观察之后呢，他认为班坚是使用了藏传佛教的一种禅修秘法，叫做吐沫。这样呢，他就可以忍受极端的环境，甚至呢可以通过呼吸在空气中获得能量。这个喇嘛还说，这种长时间不吃不喝，在普通人看来是非常的神奇，但是在修行的佛教徒看来呢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2006年1月5日，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班坚的胸前突然冒出了火焰，大火只是烧光了班坚的衣服，班坚本人并没有被烧伤，他赤裸的身体，然后呢一屁股坐在了火焰当中，据说火足足燃烧了1个多小时。等火灭了之后呢，班坚向他的哥哥要了一件红色的袍子穿上，然后呢继续打坐。当时呢共有59人目睹了当时的一切，并且拍摄了这一段视频。这一下这个宣传的效果是非常的炸裂，人们更加的坚信班坚就是佛陀转世，更多的人从世界各地赶来，很多人成为了他的忠实信徒。随着人越来越多，拿出钱来供奉班坚的人也就更多了。据说大哥组织的委员会每天就能赚到2万多卢比。当然了，大哥说了，这个钱呢不是他自己的，是用于维持现场运作的开销。但是呢，管理当时尼泊尔最大的圣地，每天赚那么多钱，大哥开始有点 hold 不住了。委员会的其他人开始排挤大哥，而就在班坚的大哥有点 hold 不住场子的时候呢，在2006年3月11日的早上，佛陀转世的班坚突然消失了。有人猜测他可能是被绑架了，但是呢，现场没有发现血迹，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。8天之后，也就是3月19日，班坚又出现在了附近的村子里。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呢，班坚回答是那里太吵了，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。他还说他将会消失6年，然而呢，仅仅消失了几个月之后，在2006年12月26日，有村民在森林里又遇见了这个班坚。当时呢，他的身旁还放着一把长剑。当时就有人问了啊，你作为一个修行者，为什么还带着武器呢？他说，在乱世里呢，带长剑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没多久呢，他又再次失踪了。2007年3月，人们发现班坚的信徒为他在地下挖了一个空间，让他在那里安静的打坐。2007年8月，班坚在丛林里向3000多名信徒发表了演讲，大概意思是现在是末法时代，人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他将拯救全人类，带领人们走向光明。这次演讲之后呢，他又消失了。2008年11月，班坚在他最初打坐的菩提树下突然又出现了。这一次呢，他没有马上消失，而是在这里待了12天的时间。这时呢，他已经长发披肩，面容也成熟了很多。他面对着40万的信众讲话，这一次他欣然接受了别人把他称作为圣人，并且说他已经斩掉了所有红尘的事情，下一步他将要去拯救人类。2011年5月，班坚完成了他6年的修行，功德圆满。他的众多的信徒呢，给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法会。班坚建立了自己的宗教，名字叫心领最上全知法众教，他称自己为大全知法众咕噜。既然已经创教了，那么服装也得跟上。他把传统的红色袈裟改成了蓝色，他自己穿的一身衣服是白色的。班坚的宗教势力进一步扩大，他开始向政府权势靠拢。2010年，尼泊尔的前卫生部长叫马尼喇嘛成为了班坚的信徒，也就是这个人帮助班坚进入了尼泊尔的政治圈。关于马尼喇嘛部长呢成为信徒这件事儿，还是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马尼喇嘛和他的妻子呢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到各大医院去检查了也没有效果，于是呢就去法会上找活佛班坚。班坚对他微微一笑，结果第2个月他老婆就怀孕了，而且呢还生下了双胞胎。从此这个部长就成为了班坚的最忠实的信徒，而且成为了班坚宗教的主席。通过这位前卫生部部长，更多的政府人员成为了班坚的信徒。2014年，尼泊尔的总理苏希尔科尼拉会见了班坚。在会见当中呢，一位班坚的信徒给总理说自从班坚在2005年在那个丛林里开始修行之后，尼泊尔的内战就停息了。你说巧不巧？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总理大人呢也没有犹豫，直接就把哈克里亚丛林整个就划分给了班坚，成为了班坚的私人道场。
总理呢还给班坚签发了外交护照，也就是说班坚可以自由的出入尼泊尔，到国外去传教。之后呢，信徒们相传班坚只是轻轻的触碰了一下总理的身体，总理的癌症就好了，果然是活佛，法力无边。但实际上呢，这位总理在2年之后就因为癌症去世了。宗教和政府权势这个一结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。班坚很快在尼泊尔很多地方各个地方都设立了他的道场，甚至呢世界很多地方也有他的道场。宗教的官网上有28种语言，外国的信徒也越来越多。班坚的宗教可以说是走出了国门，走向了世界。2016年，班坚开始在国内巡回讲法，共有5辆汽车组成了车队。马尼喇嘛开车打头阵，班坚要求车速每小时要在100到120公里行驶，中途不能停，就算是撞到了人也不能停。2017年，班坚举行了盛况空前的世界和平法会，150辆汽车和250辆摩托车组成的庞大车队护送着班坚来到了会场。法会的内容呢，大概就是班坚阻止了国家的内战，治好了总理的癌症等等等等神奇的事迹，并且呢，向信徒们售卖由班坚亲自开光的护身符平时都是10万卢比一个，现在在法会上只要500卢比。当然还有班坚讲法的光碟和书籍等等等等。这次法会进账多少，外人是不得而知，但是肯定是非常多的。这次法会开的是非常成功，班坚的宗教更加的出名，信徒呢也越来越多。随着班坚的宗教发展的日益壮大，同时班坚的丑闻也是接连不断，甚至法院还发出了逮捕令。之前班坚在6年的打坐修行当中经常神秘消失，其中呢有一段时间班坚藏在了一家信徒的家里，并且和女信徒丽塔同居。由于丽塔的家人也是班坚的忠实信徒，他们还觉得非常的光荣。班坚曾经说要不吃不喝6年，但是呢，在丽塔的家里，他和丽塔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。后来直到女儿失踪了，班坚的丑闻是越来越多，丽塔的家人呢才向媒体说出了这一切。之后媒体爆出了更多有关于班坚的丑闻，媒体爆出5名村民被班坚的信徒暴打。班坚的解释是，他们打扰了自己的禅修，而村民的说法，他们只是到丛林里去采野菜，而当时那个丛林并不是班坚的私有道场。2012年3月，媒体呢还爆出了班坚曾经非法监禁了2名妇女，一位是当地的女信徒，另一位是外国的信徒马瑞奇。马瑞奇之前呢也是班坚的忠实信徒，后来呢被囚禁了3个月，期间他遭到了殴打，手腕骨折，脖子被戴上了枷锁，并且被班坚的随从性侵，而这一切都是班坚在背后指使的。最后马瑞奇被丢在了一家酒店的附近，惊恐的马瑞奇到警局报警，当时马瑞奇已经瘦的是皮包骨了。对于马瑞奇说的那些惨痛的遭遇，作为宗教的主席马尼喇嘛说，你们没有证据，这全都是诬陷。之所以将马瑞奇赶出道场，是因为马瑞奇使用了巫术，被活佛给镇压，然后呢将他赶出了道场。马瑞奇回国之后呢，还专门开设了一个频道来揭露这个班坚所做的恶行。班坚不只是扣押和伤害信徒和村民，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手软。事情是这样的班坚的母亲看到班坚囚禁2名妇女的这个报道之后呢，她非常的担心自己家的小女儿兰吉塔。于是呢，班坚的哥哥和姐姐就请求班坚让妹妹兰吉塔回家，没想到呢，反而被囚禁了5天。母亲没有办法，只能到警局报警，希望能够找回女儿。当警方找到女儿时，女儿兰吉塔不愿意回家，她要求要留在道场。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只有兰吉塔留在了道场，班坚的其他兄弟姐妹全部离开了道场。姐姐马奴和大哥一样，从班坚开始禅修时就追随着班坚。在2016年，年轻的马奴因脑部疾病死亡，但是呢，传言说马奴是在道场遭遇了殴打之后死亡的，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。在此之后呢，接连又有4名班坚的信徒在不同的道场失踪，下落不明，他们的家属分别向警方报案。2018年9月，一名叫玛雅的女信徒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指控班坚。她说，从自己14岁开始班坚就多次性侵她。但是呢，玛雅的父亲是班坚的忠实信徒，他认为女儿是被人教唆来诬陷上师的，上师肯定是清白的。那么班坚到底是佛还是魔呢？2020年，尼泊尔刑警突袭了班坚的几处道场，然而班坚早就收到了消息，已经跑路了。
警察呢马上又赶到了班坚的家里，但是依然扑了个空。不过让在场的警察惊讶的是，班坚的到场是非常的简陋，而班坚的家里是非常的豪华，豪车有好几辆。警察还发现呢，班坚其实是有妻子的，而且呢还有一个儿子，家里还有很多信徒在家里做服务员。更让人无语的是呢，经过调查发现，班坚号称有治疗癌症的能力，但是他的家人生病之后呢，却被送到了最好的私人医院里去治疗。班坚的信徒的阻挠使逮捕行动困难重重，直到4年之后，2024年1月9日，警方在加德满都的一处住所里面逮捕了33岁的班坚。在班坚的这个住宅内，警方查获了3000多万卢比的现金，还有17个不同国家的外币，合计相当于30多万美金，以及14部手机、多台电脑、1辆汽车。根据警方的说法呢，当时班坚从4楼的窗户跳下去，越过围栏，身手矫健，落地的时候呢是毫发无伤。可见班坚的确不是一般人，但肯定不是活佛，因为如果是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被警察抓到呢？2024年6月，班坚因为性侵儿童被法院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。班坚从菩提树下被众人敬仰的活佛，堕落成了法庭上戴着手铐的罪犯。这19年的故事充满了荒诞，他利用人们的信仰谋取私利，犯下恶行。这告诉我们，信仰应该是心灵的指引，而并非是罪恶的遮羞布。面对各类神迹，要保持理性，别让所谓的信仰蒙蔽了双眼，守护好内心的清明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